日本本土的优衣库啊超便宜，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除了价格以外，其实优衣库还有很多只有在日本店面才有的单品或服务，而且啊非常值得在你的日本之旅中呢来打卡一次。今天呢，我就会给大家列出10个理由，为什么你绝对不能错过这一家银座的优衣库 Tokyo。相信看到影片的结尾，你会大呼一声：哇，原来我之前错失了这么多啊！然后呢，赶紧把这一支影片转发给你下次一起来日本旅行的小伙伴。那么呢，这里也给新观众提醒一下，本频道的主题呢是专攻东京的潮流购物，每周6中午上新片，所以呢订阅就点下去，之后你的日本之旅一定能用得到。那么今天呢，元哥就来到了人山人海的东京必来的购物名地银座。看来夏日的热浪啊，也是无法阻止游客的购物的热情。提起优衣库的旗舰店呢，我看网上啊很多的攻略都会提起这一间优衣库Ginza，并冠以呢世界最大优衣库店铺之名。毕竟啊整整12层，位置又在超人气商场 Ginza Six 的对面，加上门口呢就能看到很多的模特转来转去的，吸引视线。就可以理解啊，很多游客第一次来银座，还真的是很难错过这一间。但是实则在东京常年定居的我，首先建议大家避坑排雷的就是这一间。真的不必浪费你旅程宝贵的时间来逛。我的理由呢有如下3个。第一点啊，就是这一间真的超级窄小，连电梯呢也只能站单人，但顾客啊超多，12层，每层都人挤人，试衣还是结账都要排队。第二点呢，就是这家没什么独家的好货或服务，大都是呢日本随处可以买到的优衣库单品。第3点嘛，就是因为离这间不远，就有真正的优衣库的旗舰店优衣库 Tokyo 可以逛，而且呢超多独家的单品和服务。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五颜六色的旋转的袜子或是摆来摆去的衬衫所迷惑。下面呢，就跟着元哥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我更推荐来逛优衣库 Tokyo 的10个理由。进来1层可以看到呢，这间店真的是超级宽敞舒适的，终于啊不那么挤了。不过来逛的人也不少。众所周知，日本的优衣库呢全球最便宜，退税后啊相当于大多数国家的7折左右的价格，而且呢期间限定的特价非常多，很多热门款啊也会打折。但今天的影片里呢，价位并不会计入我的推荐理由之一，因为随便日本哪家店都是如此。所以今天呢，我推荐的都是其他店没有或罕见的，而在这一间优衣库 Tokyo 可以一站式就体验到的10个体验，总共啊4层，咱们一层一层的挨个介绍。第一个呢，要推荐的理由就是这里有一整个很大的专区，贩售优衣库跟联合国难民署合作的 Peace for All 系列的纪念款 T。这几年啊，国际形势确实是愈发的动荡，战争和灾难啊频发。优衣库呢就联合了很多名人一起设计了这个 Peace for All 系列的 T 恤，所有的收益呢都会捐赠给国际难民专用基金。我查了一下官网啊，目前已经捐出了12亿的日币。参加的名人呢，我认识的有安藤忠雄、林濑遥、村上春树等等，每一件 T 呢都是1500日币，感觉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啊，真的是超级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且很多 T 恤设计的也真的很好看，比如这一件跟摄影师 Saul Later 合作的照片 T， 就真的很有那种街头设计的味道。第2个理由就是1层的这一间小小的优衣库咖啡厅，逛累了的话呢，可以来这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菜单上咖啡、果汁和小甜点都有，秉持了优衣库一贯的平价好货理念。冰咖啡呢就只要200日币，这不是比便利店还要便宜吗？还有呢，日本特色的抹茶味道可以选，我尝了一下最平价的冰咖啡的味道，还真的是很不错的，超越了预期。1层有很多的座位可以坐，还有提供免费的艺术设计图书可以看。这200日币啊，花的是真的很超值。顺便说一下呢，这个咖啡厅的店员小哥也真的是高高帅帅的，来这里逛的姐妹们，可以来瞅一瞅。接下来呢是独家好货的推荐时间，也就是第3个推荐理由，来逛一下这个银座老铺纪念 T 的专区。作为宣传银座旅游行业重要的一环，优衣库呢为很多银座的100年老店都设计了专属图案的 T 恤，有老式的和果子，也有日式的咖喱店。如果不知道来日本选什么伴手礼带给朋友呢，也许这些银座店的限定款 T 你可以考虑一下。
下面第4个理由 ，Uniqlo Flowers， 也就是 Uniqlo 的花店，一样的秉承了 Uniqlo 的平价优质理念，这里的鲜花超便宜的。3束组合呢，就只要不到1000日币，还有这种帮你组合好的大花棚，也只要不到2000日币而已。如果今天晚上想在酒店给另一半安排一个小惊喜的话呢，可以偷偷的带1束回去。另外说一下呢，我在这里还发现了超漂亮的观叶植物，还有潮流圈最热的快茎植物，居然呢就只要990日币而已。可以说给了 Neighborhood 的快茎系列当头一棒啊！看来价格又被 Uniqlo 给打下来了，真的是低到离谱。Uniqlo Flowers 呢，虽然不是这家店独有，但这家真的是很大很全。下次呢，我还要再来逛一逛的。1层的体验就逛到这儿，接着呢，兄弟们跟我上来2楼。2楼电梯一上来，直接正面呢就是这间 Theory 的店面，也是咱们的第5个推荐理由。可能大家比较疑惑，咱们不是在逛 Uniqlo 吗？这一家 Theory 怎么这么大胆，把店开到别人家的地盘了？关键价位啊还这么的离谱，随便一件白 T 呢就卖到了18000日币。那么给不那么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呢，简单介绍一下 ，Theory 呢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端时尚品牌，这个价位啊已经是降低过一轮价格之后的新价位了。成立于1997年，总部呢位于纽约市，最初啊就是以极简设计和超高品质面料而成名，可以说呢迅速的成为了美国的职场女白领的上班标配服啊。2003年，Uniqlo 注意到这个品牌，并且感觉呢理念非常匹配，就直接出手收购了 Theory。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以平价著称的 Uniqlo 能见到高级时装线店面的原因。我来看一看单品的实力吧。这一件西装呢要5万日币，这一件普通的白 T 呢也要18000日币。不过这个面料啊还真的是很垂坠和高级，需要你亲手来摸一下感受一下，推荐给需要高级有质感的通勤穿搭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接下来呢，2层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也是咱们的第6个推荐理由，就是 Made 51专区。这里呢算是1层的 Peace for All 主题的延续，不过呢还不太一样，跟名人设计的 T 恤不同，这里展示的是一些因为战争等原因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手做的一些传统民族饰品。所谓授人以渔啊，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手艺来有尊严的获取收入，我感觉呢是更棒的一种方式，很应该支持一下。而且呢，这一些钥匙扣啊，或者是手链，还真的是蛮漂亮的，非常有非洲的异域风情。接着啊，又逛到2层的另一个店中店，也是我们第7个推荐理由，就是这一间 Comptoir des Conniers。抱歉呢，我也不太懂法语是怎么念的。这是一个成立于1995年的纯正的法国女性的服饰品牌，主打的呢就是法式简约设计。跟 Theory 同样的，2005年呢就被 Uniqlo 的母公司 Fast Retailing 收购。可以看到呢，品牌单品的用色都很柔和。虽然说女装我不太懂，但我感觉这不就是东京女白领逛街的标准款吗？推荐女生朋友可以来逛一下，感受一下。上来3楼，这里是男装的区域，这里呢就暂时回归一下我的本业，帮兄弟们推荐几件可以完美融入日系穿搭的 Uniqlo 单品。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件 Airism 棉 T， 因为既有纯棉的挺阔，又有 Airism 的速干凉爽感，所以一经推出呢就超受欢迎，成为 Uniqlo 全球第1畅销 T。元哥自己的话呢，衣柜里大概也就备了10件8件的吧，因为呢夏天真的是最舒服的内搭 T， 售价呢2000日币，我觉得算很超值。然后呢，这一条短裤也是看到 CBC 社群的兄弟呢有推过，面料呢也是超凉快且速干，两边的大口袋呢让我想起之前推的 N Hollywood 的短裤，还蛮有型的，价位呢却只要1/10。然后呢又发现了这一款夹克，这不就是妥妥的 Nanamika 的定番款 Cruiser Jacket 的平替款吗？白色也蛮清新的，只可惜呢 XL 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小啊。再就是呢，面料跟 Nanamika 的顶级 Gore-Tex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大家呢斟酌购买。接下来啊，回到主线任务3层的下一个独家体验，第8个推荐理由就是这里的正装定制专区。大家都知道呢，对于日本的上班族，一套合体又得体的正装是必备的制服。没想到啊，这么经典传统的高级手工业也被 Uniqlo 把价位给打下来了。这里啊，真的会有专人帮你量身材。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比如衬衫呢，可以详细的定制袖长、衣长、身宽等细节的尺码。
还提供了无数个尺码组合可以试穿，面料啊还蛮高级的，很有光泽感。然后呢，定制款的衬衫啊，居然只要4000日币，便宜到啊跌破眼镜。西装也是一样的，使用了 Super 110参数的羊毛，清爽不贴身。我感觉啊，这面料还蛮高级的啊。定制西服呢，就只要2万日币，西裤呢8000日币。定制啊，需要等1-2周的时间，游客呢确实是不太适合。在东京的上班族朋友可以考虑来体验一下。跟我上来4楼，这里呢有一个服务，我感觉啊是超值得来体验下的，就是咱们的第9个推荐理由。可以看到很多人坐在 iPad 前面操作，还蛮热闹的。这里呢就是 Uniqlo 的定制刺绣印花服务的专区。刺绣的话呢，可以自己选文字，汉字啊和英文都有。图案呢也可以选很多有日本特色的可爱图案，比如说这一只柴犬。当然呢，印花也可以选，不过呢，看起来都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看来啊，大家都还蛮热衷在近期很热门的饺子包上刺上喜欢的图案，价位呢也都不贵，几百日币就可以玩。接下来逛一下4层的 UT 专区，我在这里呢发现了好东西，也就是第10个推荐理由，就是这里超多的日本传统图案的印花 T 可以选。比如说这一件刺绣了日本江户时代画风猫猫狗狗的 T， 重点啊是这个面料用的还是很高级的竹节棉。提起竹节棉 T 呢，大家就一定会想起日潮顶流 Human Made。我摸了一下手感啊，说实话，我感觉比起几倍价格的 H&M 也完全不差嘛。图案和颜色的选择也很多，另外呢还有很多浮世绘的图案，也是非常有日本特色的，还陈列了一些日本传统绘画的书籍，随手翻一翻呢，感觉色彩确实也很漂亮。我觉得啊，跟上面介绍的银座老铺 T 一样，都还蛮适合当伴手礼的。当然啊，其实不止以上这10个推荐理由，这间店呢还有很多其他独特的单品和体验，比如说呢，居然还有修理服务，以及呢旧衣物的回收服务，甚至呢还能对你的旧衣物进行 remake 翻新，以及子品牌 Plast 专区可以逛，等等等等。影片时长的原因呢，我就不全都介绍了，留给你们自己到店来探索一下。总结一下呢，这间 Uniqlo Tokyo 呢，虽然不能说以上介绍的所有的服务体验都是独有的，但是至少啊一站式全逛遍，真的是很方便。如果你的东京之行呢时间有限，只能选一家 Uniqlo 来逛的话呢，那么这一家就肯定是你的东京之旅的不二之选。那么感谢收看，关注东京日潮，关注东京情报员，咱们下周6见。